大家好啊！我发现了小灌肠的又升级版。之前这个小灌肠不是说买那种什么蜂蜜罐嘛，然后是1-2块钱一个，但是完全不必要，完全不必要。你只是可以拿一个矿泉水瓶，就是那种怡宝的那种2升的或者1.5升的那种大水瓶，就可以做成这种小罐子啊。底面铺一点木屑，然后呢啊，然后把上面的开口剪掉一点，这个做成一个小罐子。这种内壁光滑，仓鼠跑不出来，跳不出来，而且开口通风啊，可以摞在一起，很漂亮，这样很漂亮，摆起来一排，像一个盆栽一样，很可爱，也方便投喂。这样上面用制作，首先呢就有几个优点啊。第一个是那个制作方便，价格低廉。怎么说呢？像这种瓶子啊，就是我买了很多这种水啊，这种是2升的怡宝的大水，2.2升。好，还有这种可以养一只，这种2升的可以养一只熊类仓鼠，金丝熊啊。这种呢1.5升的这种大水，1.5升，这些1.5升，这个可以养一只侏儒，一只小侏儒啊。这种像这种瓶子的话，你买1箱的话20块钱1箱，基本上得8个瓶子，你喝完了这个瓶子也可以废物利用。如果你懒得去卖的话啊，然后呢用刀啊，首先呢这种瓶子啊，用刀在上面刺一个开口，然后再用剪刀把它弄上面的那个圆圈剪下来，然后就可以做成个尽量剪个高一点，这样越高越安全。至少这个高度呢是那个仓鼠俯卧下来的，是它的1倍2倍、3倍，至少3倍嘛。它没有站立的时候，趴的时候3倍的高度。这样仓鼠即使想站起来，它最多也只能到这里一半的高度。如果它想到达顶部，抓住顶部爬出来的话，它是还要跳这么大的一段距离至少这仓鼠这里和垫一格的一格的那种木屑垫料，你有什么的垫什么，就不要垫纸巾，不要垫纸棉因为它们的尿液会把那种纸棉纸类的融化掉以后就结在底下，就很难看。也不用猫砂，为什么？猫砂遇水会结团会粘够在这里，然后它们的那种爪子扒拉的时候，就会把那种猫砂像那种死泥巴一样的东西，把那种内壁全部污染。所以我推荐的话，最好用木屑或者叫什么木刨花是最好的。玉米芯你可以，但是要勤换，这样就可以至少得出这么高的高度。比下的话大概是15厘米的高度仓鼠的话这高是大概是4厘米或5厘米。有个这么好的高度就很合适。第一个优点是我已经说了，价格便宜，制作方便，材料容易获取，经济环保像这种瓶子很薄也很实用，很轻便，好做。不服第二个优点是开口通风。像之前的话用的蜂蜜罐的话会盖住上面，你还得打孔，很麻烦，很打孔。而且那个小孔的话，空气对流也不如这个一大个开口的这样的空气流通。所以说这个第二个优点就是那个清洁卫生通风干爽。你看像这样的话，那种他们呼吸的那种潮气就不会积累，就不会有那种瓶盖，就不会有那种挡住的话就会蓄积。它这种通风就很良好，很卫生。里面的便料其实什么小便在里面又很快的干掉这样以后会很卫生。仓鼠不容易得病，也不容易湿疹，里面的细菌真菌也不容易繁殖保持干燥通风这一次也达到了。第3个优点就是投喂方便。就像我现在如果我想喂的话，这一大堆饲料我抓一把就这样撒进去，抓一把就撒进去，抓一把撒进去，很方便。也不用像那个小灌肠要一个打开很麻烦，是吧？第4个优点我应该说什么呢？没有，目前只是这3个优点。像这样很好。第四个点就是空间利用率非常高。你像我一个笼子，这个47厘米的笼子，我现在可以，如果我放满的话，至少可以放8只，而且不会打架。这样一鼠一笼是吧？也是达标了的。这个面积小一点，没有办法活动，那至少他们也能上蹿下跳，他们也能跳自己挖那个垫料，他们也能活动运动而且空间利用4个点，这空间利用率极高。基本上一个笼子你可以养很多，4、5、8只吧。我底下还有几只，这样也不会打架，有独立的空间，这样也减少伤亡率你可以很方便的养很多只仓鼠。当然你不用像我这样放在笼子里面，到处可以放，比如说放在这里一只，
啊，放在这里一只，然后放在那个柜子上面，放在柜子上面也有一只，放在这里也有一只，这你想你就可以放在桌面上面，啊，你看也很美观，很好看，是吧？而且如果即使你想更换里面的电料，你直接把这个瓶子扔掉就行了，重新再捡一个瓶子，然后再放点电料，再重新再布置好就可以了。这是小灌肠的一个升级版本，我叫它叫做什么盆栽仓鼠啊，或者说水平仓鼠。我记得小时候其实我也这样养过，那时候没有深刻的发掘出这种魅力，主要是没有解决水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弄密闭的小空间来养仓鼠的话，发现很容易死掉？其实关键是没有注意到喂水。喂水的话，我推荐用蔬菜比如说白菜啊，比如说白菜之类的，我做个示范吧。你不如买一些便宜的那种白菜，而且不容易腐败的，黄瓜也行，胡萝卜也行。然后你必须每天都投喂，因为这种蔬菜你只要拿出去，一天之内它都会完全的干燥掉，就没有水分了。这时候一些蔬菜你可以过一下水，过一下水，一方面清洗掉农药残留，另一方面你看见没？是不是上面有水分？是不是？然后我对一下焦是不是上面有些水分？是不是有些水分？有水分什么仓鼠就能喝到水，所以说你每天喂一次，给仓鼠补一次水就可以了，这么一点点水足够了。看情况的话，一只仓鼠，比如说一只金丝熊，成年金丝熊，一天需要10克的水，那么你就10克是多少？一个鸡蛋，一个鸡蛋是50克这样重量，你自己估摸一下1/5鸡蛋的重量，你对比一下，然后抓一小把青菜，过一下水，然后直接投到里面给它喂就可以了。如果你第二天发现还有残留，那第二天你就少喂一点，你就会慢慢把握到合适的量，然后你形成习惯以后，你看一眼你就知道该喂多少你就自然而然会了。为什么要过水呢？主要还是沾点水嘛，毕竟有些蔬菜如果留久的话，里面的水放在冰箱里面也会干掉的。过一下水，蘸一些水，让蔬菜上面蘸点水，给仓鼠舔了也可以这样你就不用买水壶什么之类的，也不担心他们饮水的问题好了。现在这个方法已经简介到这里了，这样就很和谐也便于观赏，也是有可持续性的，这样也不担心他们会不会互相打架，造成负担。像这么大这么小，假如你家里面很小，那么你就用这种方法可以养很多只仓鼠满足你的需求是吧？好了，就这样了。